前段时间更新了16系统 X8 Ultra 上的 JPG Max 也下放到前代 X7 Ultra 上，刚好赶上去大理游玩，可以好好体验一下期待已久的功能。之前在大师模式里只能拍摄1200万像素的 JPG， 想要拍摄满血的5000万像素只能选 RAW Max， 然后再转成 JPG 非常麻烦。而且 RAW Max 的数据量巨大，出来玩怎么着也会拍个几百张照片。JPG Max 平均一张20多 MB， 如果开高效图片存储还能再省一半空间。这次旅行4个焦段里，其实用的最少就是超广角。超广角从 X6 Pro 开始就一直在砍规格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便是开了 JPG Max， 其实也没有体现出5000万像素的解析力。不过还是相比1200万像素有一定的提升，画面整体比较柔和，没有过多的算法介入，让画面看起来很脏，让人感觉上更像是纯光学的质感。放大可以看到这种镜头的像差，说实话有点怀念之前的自由曲面镜片。来到1英寸主摄，这应该算是能满血发挥的传感器。其余3颗镜头虽然也有 2×2 OCR， 解析力都会有所下降。放大看，画面依旧很柔和，没有什么锐化的痕迹。以往这种高频细节比较多的树叶是计算摄影算过头的重灾区，主摄的镜组光学素质在 JP Max 能更好的体现出来，中心到边角的解析力没有太多的衰减。等会讲到长焦镜头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光学素质。这颗1英寸的主摄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，用 JPG Max 拍出来的质感，有时候不看参数都没法分清到底谁手机还是相机拍的。尤其大师模式模拟相机的曝光逻辑，很好的呈现现场的光影。如果用普通模式拍摄，大概率就是压高光提阴影。来到中长焦，由于也是一颗比较大的传感器，虽然也有 2×2 OCR， 但呈现出来的画质不容小觑。这次旅行用的最多也是这颗镜头，等效65毫米的焦段，拍什么都手到擒来。这画质我不知道各位怎么评价，因为我也带了相机去拍。当我跟手机这些照片混在一起时，真的分不清楚到底谁是谁拍的。尤其是 JPG Max 输出的是5000万像素，以前用放大看细节来判断的方法，在这一刻仿佛失效了。我知道2张摆着一起对比，的确能区分得出相机的画质更好，但这台手机有4颗镜头，更能满足旅行的拍摄需求。一会会有跟相机比的部分。最后是135毫米这颗镜头，这颗镜头由于底最小，而且镜组的光学素质不太好，所以即便拍摄5000万像素放大看，也不会呈现太多的解析力，甚至我觉得它跟1200万像素的 JPG 没太大的区别。光线十分充足的情况下，也只能是这个画质，跟刚刚那颗65毫米的镜头天壤之别。没有了计算摄影那种科技与狠活，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是比较肉，各种相差也暴露无遗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厂商要给画面加很多锐化的原因，毕竟手机空间有限，也受限于成本，直接拉高锐化所获得的收益要比花钱去提升镜组划算。况且就那么点空间也提升不了多少，虽然不能提升解析力，但给人的第一观感就是更清晰，这也迎合了多数消费者的喜好。即便这颗长焦底和光圈都比较小，但是依旧会有一定的背景虚化，能分离人物与背景，更好的突出主体。视频的最后，我在云想山上也用相机拍了几张做跟手机对比，大家就当看个乐吧。多数人买相机都会买入门的套机，焦段一般在等效2470这个区间。这次我用的是全画幅的相机搭配2870。我们先对比手机这颗65毫米的镜头，相机镜头推到最远70毫米，两边都放大，可以看到相机的解析力会更好一些，但说实话手机这边也没差很多，画面会有些相差，毕竟镜组没有相机镜头光学素质好，但手机还有一颗135毫米镜头。这时我们再跟相机70毫米的画面进行对比，可以看到这个差距进一步缩小，甚至我会觉得手机的画面更好。相比相机这边裁切的比较多，没剩多少像素，不太够看了。所以出去玩，如果你的相机就搭配一个类似这种焦段的套头，相比手机这种从超广角到长焦的覆盖，真的没有太多优势。这还只是2年前的手机画质。这个对比也告诉我们，现在买相机得买更高像素、更高画质，才能有更多的收益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